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与乐华博弈背后，顶流艺人与资本巨头的10年困局。在娱乐圈的资本棋局中，顶流艺人与经纪公司的博弈从未停歇。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的纠葛，堪称近年来最典型的案例。从养成系偶像到资本摇钱树，再到转型演员的独立诉求，这场博弈折射出行业规则、资本逐利与个人发展之间的深层矛盾。合约困局，自动续约条款下的无限捆绑。王一博与乐华的合约始于2014年，作为练习生签约的10年长约本应在2022年到期。然而，乐华的合同条款中隐藏着自动续约机制，若合约到期时艺人仍有未完成的工作，如影视、综艺、商务，合约将自动续约1年。这种机制导致艺人实质上被无限捆绑，直至商业价值被榨干。2022年正值乐华冲刺港股上市的关键期，王一博贡献了公司近60%的营收，堪称一人撑起 IPO。为了平衡双方利益，王一博团队以多续1年至2026年为条件，换取了取消自动续约条款。这意味着2026年后，王一博将彻底脱离乐华掌控，而乐华则需在这段时间内找到新的营收支柱。利益冲突、资本依赖与转型诉求的撕裂。乐华的顶流依赖症。乐华财报显示，王一博个人贡献常年占公司总营收的50%以上，2021年甚至高达58.8%。这种依赖在资本市场形成致命弱点。2024年1月，一则关于王一博的未证实传闻，直接导致乐华股价单日暴跌78%，市值蒸发56亿港元。公司紧急辟谣并起诉维权，但仍暴露出资本对单一顶流的极度脆弱性。王一博的转型困境。王一博从偶像转型演员的决心明确，其主演的《无名长空之王》等电影已初步奠定口碑。然而，乐华作为爱豆工厂，更倾向让他参与变现快的综艺、偶像剧，以便奶新人和植入商务资源。例如，在电影热烈宣传期，乐华却安排王一博参加家族演唱会，被粉丝质疑分散其事业重心。资源分配的博弈。乐华被指在王一博影视合作中零作为，既不提供优质剧本，也不参与口碑维护，甚至在黑公关事件中消极应对。粉丝控诉其团队配置不合理，工作人员多为杜华心腹，优先执行公司指令而非艺人需求。资本游戏、股权迷雾与上市棋局。2023年乐华上市时，王一博以股东身份敲钟，但持股名单中并无其名。业内推测，他仅持有无决策权的激励股，本质仍是高级打工人。乐华此举旨在利用其影响力提振股价，而王一博拒绝深度绑定原始股，为未来独立预留退路。对杜华而言，王一博是上市的关键筹码，但过度依赖也导致公司战略失衡。尽管乐华尝试推出虚拟偶像 ASO， 拓展 MCN 业务，但这些布局收入占比不足5%，难解去王一博化的焦虑。未来走向、解约倒计时与行业启示。2026年合约到期后，王一博大概率将成立个人工作室。参考李现、朱一龙等演员的独立路径，他需面对税务、团队组建、资源谈判等挑战。而乐华则面临再造顶流的难题，旗下新人如李问翰、程潇等尚未破圈，虚拟偶像与海外市场成效甚微。这场博弈的启示：对艺人而言，需在合约中争取主动权，避免陷入自动续约陷阱；对公司而言，过度依赖单一顶流无异于豪赌，多元化布局势在必行。对行业而言，偶像工业化生产模式已遇瓶颈，
演员与爱豆的路径分野将愈发清晰。王一博与月华的博弈，本质是流量时代个体价值与资本控制的角力。当顶流不再甘当工具人，当资本无法承受断崖风险，这场较量或许终将以分道扬镳收场。而下一个10年，内娱需要的不只是另一个王一博，更是一套尊重艺人成长与市场规律的健康生态。